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尽管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且通胀减缓，但美国人仍然普遍担忧和对未来不确定。经济创新小组的报告显示，受疫情影响，2023年仍有约5200万美国人生活在困难的邮政编码地区。疫情加剧了城市衰落和郊区繁荣的趋势，人口变化也影响了经济健康，大城市人口流失，郊区和外郊人口增长。让我们关注新百伦990跑鞋自上市以来深受追捧。设计师在中底加入缓冲泡沫后，曾担心会疏远齐步跑步的追随者。然而，随着像 Fuel Cell 等缓冲技术的兴起，舒适性已成为跑步鞋关注的焦点。Hoka、New Balance 等公司正在争夺庞大且舒适的跑鞋市场。接下来，亚马逊云计算部门 AWS 计划在意大利投资数十亿欧元，以扩大其数据中心业务，以加强其在欧洲的云服务。下一条，欧盟通过近邻工业法案，旨在确保欧盟生产 40% 的清洁技术设备，以应对美国和中国竞争，并确保欧盟在减排技术制造中处于领先地位。下面这条，巴西央行行长表示，通胀预期应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和改善。此前他曾表示担忧通胀预期偏离官方目标。接下来这条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23年潜水油气勘探拍卖已结束，共收到6份竞标， BP、壳牌和美国页岩气生产商 EOG Resources 竞标4个街区，获奖者将在4个月内公布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采石场公司驳斥了墨西哥总统对其的批评和关闭决定，以及购买其加勒比海岸资产的提议。该公司称，总统出价 3.85 亿美元购买其资产大幅低估了我们的资产价值，并拒绝了总统对公司采石作业破坏环境的指控。接下来，墨西哥航空公司暂时暂停墨西哥城至基多航线，自7月1日至12月18日，因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在逮捕厄前副总统后断交。接下来，布鲁塞尔国际捐助方承诺向饱受战争、贫困和饥饿困扰的叙利亚提供75亿欧元援助，超过联合国请求的 40.7 亿美元，但低于去年金额，反映出世界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冲突上。接下来，新西兰林业发展计划因其低效性和争议性而受到批评。该计划将林业发展激励措施与排放交易相结合，导致大面积植树，引发了与农业和环境保护的冲突。下一条，通过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，从年轻开始投资，并养成自动投资习惯，即使每月只投资50美元，也能在退休前成为百万富翁。关键在于早计划早行动，利用复利创造财富，并建立一个无意识的投资习惯来提高可持续性。最后一条，珀斯富裕郊区 Peppermint Grove 出现一种新现象，专门为家族办公室服务的豪华住宅。随着富豪人数的增加，家族办公室在珀斯等地兴起，为全球超级富豪提供理财、慈善捐赠等服务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